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如果你70至80岁还能做到以下8点，真是万里挑一的老人，太厉害了。我们都想活久一点，但是事与愿违，很多人都活不到70岁。更难过的是，有的人活到了70岁，但是很快就进入苟延残喘的阶段，身体都被人家搬来搬去，自己要干啥都做不到。也许你会发现，70岁到75岁是一道坎，熬过去了，还能很顺溜地活到80岁。观察一下自己，若是能够做到以下几条，那就很了不起了，值得庆幸。1. 身体还行，饮食起居都能自理，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大的福气。一个人端碗吃青菜萝卜，也比起1万块1月的保姆来喂饭更强一些。身体好，一方面是自己的日子舒服，一方面是不会拖累儿女。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儿女的累赘，就只有在爱护身体的前提下，才能如愿以偿。身体好，自己做饭、买菜、做家务，甚至都能帮儿女做点什么，活动了筋骨，也体现了价值。最好的养生，不是吃多高档的食物，也不是去高档的地方做疗养，而是保持一个好心情。心情好了，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。人老了，更需要重视自己的身体。随着年龄增大，身体素质也在下降，而想要保持好的身体状况，除了每天运动，重要的是心情。好心情是一切良药，凡事看开一些，少生气，气多伤身。只有每天活得开朗，人的心灵也会很轻松，压力和烦恼自然就减少了。身体硬朗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身体不好，还要麻烦子女和老伴。如果子女不懂事的，甚至管都不管你，这样老年就过得非常凄凉。现在很多老人退休后的生活都非常精彩，或是去公园里跳广场舞，或是约上几个好友一起爬山、旅游，或许在家里练字、读书、养花、陶冶情操。最好的养生，就是让自己开开心心的，吃好睡好休息好，这样身体素质也会渐渐提高。身体乃是人的根本，需要靠自己去掌控。保持好心情，想开看开，少生气，经常锻炼身体，才能把身体养得好好的。2. 神志还清，看得清外人的忽悠。稀里糊涂的老人还真的不少，稍有不慎就被外人忽悠，买了什么理财产品，或者去用了什么保健品，一系列的开销下来，老人的家底就掏空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老人因为被骗，还蒙在鼓里，做出一些伤害家人的事情。70岁之后可以装糊涂，但是千万别真糊涂，对于外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很多不法商家以免费为诱饵，采取亲情关爱、定期聚会、感恩答谢等方式来获取消费者的健康状况、家庭收入、联系方式及情感信任，进而为其量身定制、大肆推销各类保健产品。建议远离所谓的专家义诊、免费体检、免费健康讲座、组织旅游以及会议营销等商家法定营业场所以外的活动，从而防止被骗，也拒绝了封建迷信。3. 钱财还够，不要伸手向儿女讨要。人啊，不怕钱财用不完，就怕人还好好的，钱财就没有了。虽然老人可以向儿女要赡养费，但是儿女年年岁岁都要给，也会烦躁。尤其是儿女负债累累的时候，失业的时候，给钱是不够痛快的。人老了，但是有退休金，有一笔存款，也能自己管理，那就不太麻烦儿女了。当然，有自己的房子就更好了，能够不看儿女的脸色，也不要寄人篱下。未来也许要活10几年，别以为花钱是小数目，靠自己，儿女适当帮衬一点，大家不会因为钱财而争吵，不会有经济负担，
4. 沟通还能和儿女没有产生太大矛盾。很多老人一开口就让人讨厌，因为老人说的都是想当年，或者是一些古老的话，和时代格格不入，也显得封建。人老了，害怕聊天的时候非常固执，反正是油盐不进。能够沟通顺利的老人，都是懂得变通，有很强共情力的人。想一想，儿孙凭什么对老人好？有句话说得好，这世界上所有的利益价值都是暂时性的，你只有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，才能让人信任你、依赖你、离不开你。当老人可以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，在大家难受、失望的时候给予力量，而不是唠叨抱怨，情况就好多了。老伴还在，并且是原配的。网友兰姐说，我70多岁了，还骑着电动车去送娃上学，顺便买菜回来，做饭、洗衣、拖地，回头还做饭给老伴吃。老伴都在享福，我在吃苦，累不累，值不值？很明显，在网友的语气中能感受到一丝骄傲，因为有老伴，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有底气。也许老伴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他在，这个小家庭就在。相比原配夫妻，半路夫妻缺失的情感，有时候是一辈子也弥补不了的。半路夫妻没有原配夫妻好，3个原因，明眼人都清楚。1. 半路夫妻的结合可能只是因为合适。古话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有些原配夫妻的爱情尚且还被利益左右，更何况是那些为生活而结合在一起的夫妻呢？半路夫妻在上一段感情中已经尝尽了爱情的苦楚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安稳度日才是他们最需要的。我身边的邻居就是一对半路夫妻，男人丧偶后一直孤身一人照顾着自己的女儿，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觉得他还年轻，应该再找一个。他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现任的妻子，这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，2个人接触了不到1个月，觉得彼此性格挺合适的，就在一起了。但是从旁人的视角来看，2个人只是在一起搭伙过日子，2个人并没有培养出夫妻一样的感情。男人眼里完全没有之前妻子在世时的开心，生活就是这样。有时候半路夫妻的结合只是因为合适，爱情最初的心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为一个人改变的。2. 半路夫妻很难把对方的孩子视如己出，父母和孩子身上最割舍不断的就是血缘关系，即使是父母离婚了，孩子和爸爸妈妈的情感都是别人难以替代的。半路夫妻大多都是离异后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的，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说，一个女人孤身在外带着一个孩子是很难生活的。人都是自私的，作为母亲和父亲，即使口头上说着会把孩子视如己出，但是内心中总会存在差别对待，对于一个家庭的几个孩子还会出现偏心的情况，更何况这样的重组家庭呢？ 3. 半路夫妻往往更看重的是钱，虽说金钱不是无所不能的，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既然离开了上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有所提升，就像都挺好里面的苏大强和蔡根花，2个人也是期待能够成为半路夫妻。苏大强以为2人是因为爱走到一起的，但蔡根花完全就是因为苏大强的钱和房子。原配夫妻是陪你从一无所有一起奋斗过来的，原配夫妻是能够同甘共苦的，半路夫妻往往是更注重个人利益的，同甘共苦往往大多数人都做不到。相对而言，原配的老伴那就比半路夫妻更好一些，大家一路走过几十年了，知根知底，也嘘寒问暖，彼此变成了对方的保姆，但是累也快乐。6. 学习还勤，出门能够很顺利，读书使人进步，
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很多老人出门后两眼一抹黑，看不到路牌，不懂得用手机查询情况，也不知道如何买单。老人不一定学天文地理，但是学一学社交方法、出门技巧总是可以的。真的不要拿起手机就是看无聊的段子，还人云亦云，而是看正规的网络，知道如何缴纳煤气费、电费，并且都用手机完成。对于老人来说，也是生活顺溜了。爱好还有，生活从来都不会无聊，到了70岁要去做剧烈运动还真的行不通，就是跳广场舞也不一定适合。一部分老人不能久坐，打麻将是不可取的，因此老人有好的爱好，让自己的日常变得丰富多彩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老人不一定苛求自己喜欢什么，下棋、绘画、唱歌、钓鱼等适合自己的爱好就是最好的爱好。老年人更要有玩心，不少人退休后要么觉得失去了生活目标，做什么事都没兴趣，要么围着儿孙转，甘愿做家庭保姆，不愿意为玩多花什么心思。有些老人认为人越老就得越稳重，其实当个老顽童也挺好，年纪越大就越该放得开，年轻时不敢想的事情，如果到老都不尝试一下，那该多遗憾。玩就是寻找自信和快乐的过程，研究表明，会玩的老年人更长寿，因为生理上的衰老、自理能力减退、社会经济地位下降、精神慰藉短缺等诸多问题的出现，会降低老年人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与调节能力，在社会支持缺乏及压力的作用下，容易引发心理波动、催生、加重躯体疾病，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。而玩可以帮助老年人训练大脑的灵敏度，减缓记忆力衰退。外出活动能增强老年人的肺活量和血液循环，参加集体活动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有归属感。最关键的是，玩能帮助老人摆脱孤独，心里通达敞亮，自然有利延年益寿。事实上，很多高寿老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玩经。科学家牛顿年老后，最喜欢用麦秆对着阳光吹肥皂泡，绚丽的色彩总能让他如痴如醉。经济学家余光远更称自己为大玩学家，研究玩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专业，玩电脑、写博客、玩智力游戏，一点不比年轻人差。古人云，人无癖不可交，有爱好的老人值得大家交往，而以懂得自我欣赏。内心还宽，懒得和别人互相攀比。都说老小，老人到了一把年纪，难免会气度小、格局小、心眼小。反过来看，就是脾气大、不讲理、讲不通。若是一个老人能够放宽心，那是很难得的。在平时的生活中，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，也不嫉妒人家的优秀，还不因此贬低自己的孩子，抱怨自己的收入，烦恼自己的未来。任何一种状态下，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把当下当成最好的一天。70多岁，在当今社会还真的不是特别老的人，但也不能麻痹大意，为所欲为，管好自己的余生，持续给家人更多好的情绪，给外人一份善意，携手爱人，那就幸福感会越来越强。人老了也是人，是人就得好好活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禅。深夜，71岁的张伯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他感到膀胱充盈，急需排尿。迷迷糊糊中，他摸索着起床，向卫生间走去。然而这一去竟成了他与家人的永别。第二天早晨，家人发现张伯倒在卫生间门口，已经离世，
经医生初步判断，张伯可能是在夜间排尿时突发心脑血管疾病导致意外。这一幕让张伯的家人悲痛欲绝，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。张伯的老伴更是泪流满面，反复呢喃：“他只是去排个尿，怎么会这样？”面对家人的疑惑和悲痛，医生叹息道：“老年人起夜真的需要格外小心。一、晚上起夜究竟什么原因？晚上起夜即夜间因尿意而不得不醒来排尿的现象，在国际尿控协会 ICS 的定义中，特指那些非睡前及早晨的排尿行为，若一夜间因小便而醒来超过2次，便被视为夜尿频繁。这一状况虽常见，但其背后的原因却复杂多样，并非全然指向疾病状态，可能有着3点原因。生理性因素。首先，一些生理性因素是导致夜尿增多的常见原因，例如睡前大量饮水或饮用含咖啡因、酒精等利尿成分的饮料，会直接导致体内水分增多，进而增加夜间排尿次数。此外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老年人群体，由于膀胱容量减小、肾脏浓缩功能减退等生理变化，每晚起床1到2次排尿成为相对普遍的现象。饮食因素在夜尿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除了水分摄入过多外，睡前饮食不当同样可能加剧夜尿现象。过量进食会增加肠胃负担，减缓消化速度，部分人群甚至会出现腹部不适，促使夜间频繁醒来，而辛辣、油腻等刺激性食物则可能进一步刺激膀胱和尿道，加重症状。因此，保持睡前饮食的清淡与适量，对于减少夜尿具有重要意义。3、情绪波动与心理压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情绪波动与心理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夜尿诱因。研究显示，睡前经历较大情绪波动，如极度兴奋、愤怒或焦虑等，可能引发大脑神经紧张，干扰睡眠质量，从而增加夜间起夜的频率。这种心理层面的影响，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注重情绪管理，避免睡前情绪波动过大，精神紧张可能导致夜尿增多。如果因琐事精神紧张或压力增大，可出现夜尿增多，常因事情解决后症状可自行缓解。精神性夜尿增多或癔症性夜尿增多，每次尿量少，不伴尿急尿痛，尿液净减无炎性细胞，或者常醒时总觉小便未尽，时时欲便，但尿量少，入睡后常无此症状。小儿因偶尔一次尿床，受家长责备，担心在尿床，于是出现夜间不断排尿情况，也属于精神性尿频。研究结果表明，18岁以上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1次者占 57%，大于等于2次者占 24%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每晚起床1到2次排尿属于常见现象。如果排除这些原因，频繁起夜超过2次，才有可能是暗示身体出了问题，也就是病理性夜尿增多。有许多疾病引起的夜尿增多，如糖尿病、尿崩症、泌尿系炎症、尿路感染引起的尿量增多，导致夜尿频次增多。膀胱肿瘤、结石、妇科子宫肌瘤肿瘤压迫、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疾病可导致排尿不畅或膀胱容量减少，引起夜尿排便次数增多。尿量不一定增多，所以夜尿频发并不只是肾虚。备给千金药方膀胱腑提到包囊者，肾膀胱后也注津液并尿。膀胱是储存尿液的地方，中医认为
肾主水，与膀胱相表里，夜尿增多，与肾、膀胱相关。此外还与肝、脾相关，夜尿频多也有虚实之分。实证多发病较急，伴结尿急、尿痛、尿道灼热感，少腹拘急胀痛，小便黄，舌红苔黄腻的麦华数或如数的，考虑是湿热下注引起。虚症多病成日久，起病缓慢，伴结尿失禁或淋漓不尽，小便清长或赤色疼痛不甚，舌淡脉沉细或细弱，考虑是脾肾亏虚引起，多在劳累后更明显。单纯强调补肾是片面的，如精神紧张性夜尿增多，就多考虑从肝论治。因此只有根据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个体化的辩证论治，才符合实际。二、老年人起夜时为确保安全与舒适，务必注意以下5大要点。一、确保夜间环境光线充足且柔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的视力逐渐衰退，加之可能患有的老花眼、白内障等眼部疾病，使得他们在夜间行动时更容易因视线不清而发生意外。因此，营造一个既明亮又不刺眼的夜间照明环境至关重要。建议在卧室通往卫生间的路径上安装智能感应灯，这些灯具能够在人体接近时自动亮起，为老年人提供恰到好处的照明，既避免了摸索前行的风险，又保护了他们的视力不受强光刺激。同时，卫生间内也应安装一盏明亮但不刺眼的照明灯，确保老年人在如厕过程中能够清晰辨识周围环境，减少因视线模糊导致的摔倒风险。此外，床头放置一个手电筒或小型夜灯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便于老年人随时取用，照亮前行的道路。二、合理控制夜间液体摄入量，为了减少夜间起夜的次数，进而降低因频繁起身而引发的意外风险，老年人应合理安排睡前的饮水计划，建议在晚餐时适量补充水分，以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，但在睡前2小时内应尽量避免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，如茶水、咖啡等，因为这些饮品可能会刺激膀胱，增加夜间排尿的需求。当然，适量饮水对于维持身体健康仍是必要的，因此建议老年人在睡前可以饮用1小口水，以缓解夜间可能的口渴感，同时又不至于增加夜间排尿的次数，从而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安稳的睡眠环境。三、动作缓慢而稳定，避免突然起身。老年人在夜间起床时，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，快速起身往往容易导致头晕、目眩等不适感，甚至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因此，老年人在起床时应采取缓慢而稳定的动作，先慢慢坐起，待身体适应后再将双脚着地，站稳后再缓慢站起。这样的动作流程可以有效避免突然起身带来的不适感，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。为了更好地辅助老年人起床，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些支撑物，如手杖或稳固的床边桌，以便他们在需要时能够借助这些工具保持平衡。四、注重保暖，防止温差变化引发不适。对于居住在北方的老年朋友来说，冬季夜间气温较低，老年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和体温调节能力相对较弱，半夜起夜时，如果突然离开温暖的被褥，很容易受到温差变化的影响，导致皮肤受到刺激，进而影响血液流速和身体健康。因此，老年人在起夜过程中，除了要注意动作缓慢稳定外，还应及时穿戴保暖衣物，避免受凉。同时，保持室内温度的适宜，
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通过使用暖气、电热毯等设备来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，为老年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。5. 避免饮用凉水，保护肠胃健康。很多老年人在半夜起夜后有喝水的习惯，但直接饮用凉水可能会对肠胃造成刺激和负担。老年人的肠胃消化能力相对较弱，夜间突然饮用凉水容易引发肠胃痉挛，导致腹痛、腹泻、腹胀等不适症状。此外，夜间摄入过多水分还可能增加肾脏的负担，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。因此，建议老年人在半夜起夜后选择饮用温水或温开水，以减轻对肠胃的刺激和负担，同时也有助于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。同时，也要注意控制饮水量，避免过量饮水导致夜间频繁起夜和睡眠质量下降。3. 有夜尿与没有夜尿的人，哪个健康？许多人梦寐以求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，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和疾病患者而言，这更是一种奢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脑功能逐渐减退，身体疲惫感增加，各组织和器官也逐渐衰老，因此失眠和多梦问题在老年人中较为常见。疾病的影响也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睡眠质量。有些人晚上本来就没有起夜的习惯，但有些人则会选择憋尿。然而这种习惯对身体健康并不利，长时间憋尿会导致尿液二次回流，增加尿路感染的风险。晚上睡前少喝水可以减少夜间起夜的次数，促进睡眠，有利于器官的修复和清洁。如果晚上出现尿意，应该及时上厕所排尿，这样能够减轻肾脏的负担，还能够避免其他疾病的发生。哪个更健康？其实晚上起夜和不起夜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，但是总体而言，晚上不起夜的人身体要更健康一些，因为睡眠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但是如果起夜次数特别频繁，可以去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。4. 憋尿可行吗？很多人都会说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但其实长期憋尿真的会憋出伤，到底有哪些伤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，什么情况就算憋尿。尿在肾脏生成后，经过输尿管暂存在膀胱里，存到一定量后，通过尿道排出体外。正常的排尿过程是一种受中枢神经系统控制的复杂反射活动。成人白天平均排尿4至6次，夜间0至2次。一般情况下，人的膀胱可以储存200至300毫升的尿液。当膀胱尿液累积到200毫升左右时，就开始产生尿意。尿量达到250至450毫升时，就会有很想上厕所的冲动。如果尿液达到500至600毫升时，控制排尿的肌肉就会变得松弛，此时你觉得还可以继续憋。膀胱里的尿液达到800毫升时，你基本就要憋不住了。憋尿在医学上称为强制性尿液驻留。如果让膀胱中的尿量长期超过400毫升，那就是长期憋尿。憋尿会对身体有怎样的影响？正常人偶尔1、2次憋尿，膀胱会很快恢复弹性，但如果是长期憋尿，就很可能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危害。憋尿时，膀胱就像一个被不断注水而撑大的气球，如果长期憋尿，控制排尿的肌肉收缩力量会逐渐减弱，久而久之会变得松弛无力，于是会接着出现排尿不畅或排尿缓慢等现象，而这只是最轻的。如果憋尿时间过长，膀胱过度充盈，如果受到外力冲击，很可能导致膀胱破裂，
严重者可危及生命。尿液属于人体代谢的产物之一，含有很多细菌，长时间憋尿，尿液在膀胱内停留时间过长，使细菌有机可乘，增大感染的风险，诱发急性肾盂肾炎，影响肾功能。经常憋尿会让男性易患前列腺炎，尤其是老年男性群体。如果他们本身患有前列腺肥大，尿液排出不畅，严重者可能发展为肾功能衰竭。有研究发现，有憋尿习惯的人患膀胱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3至5倍。长期憋尿可诱发心血管系统疾病，憋尿会使人情绪烦躁。对于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冠心病等人群，在憋尿引起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紧张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引起心律失常、心绞痛，甚至猝死。还有人憋了长时间的尿，一旦用力排尿，引起胸腔内压力增加，可引起脑缺血而晕厥。在尿液迅速排空时，通过迷走神经反射引起心动过缓，也可导致排尿性晕厥。女性经常憋尿会使子宫后倾难以复位，引起痛经或腰底部疼痛，甚至不孕。孕妇憋尿时间太长，一旦出现感染，如果没能及时处理，可能引起流产或早产等，所以千万不要憋尿。5. 如何减少起夜？在深入了解憋尿与起夜的潜在危害及相关注意事项后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，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减少起夜次数，从而更好地保障睡眠健康，提升生活质量。1. 合理控制水分摄入。首先，认识到睡前过量饮水对睡眠质量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。许多人习惯在睡前大量饮水以缓解口渴，或出于其他习惯，但这不仅会加重肾脏负担，还可能引发腹胀、恶心等不适感，进而影响深度睡眠。特别是喜欢饮茶的长辈，更应注意控制饮茶量及时间，避免睡前饮用浓茶。因此，建议大家在睡前1到2小时减少水分摄入，确保身体水分平衡的同时，也避免了因夜尿频繁而打断睡眠的困扰。对于确实需要补充水分的，可以选择小口慢饮，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。2. 培养健康的睡眠习惯。良好的睡眠习惯是减少起夜次数的基石。面对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高压力，很多人不得不牺牲睡眠时间以应对工作或学习，但这种做法无异于透支健康。为了改善睡眠质量，我们应当设定固定的睡眠时间表，尽量每晚在10点至11点之间入睡，确保获得7至8小时的充足睡眠。这样做有助于身体自然调节生物钟，促进深度睡眠，让身体在夜间得到充分的休息与修复。3. 避免睡前进食重口味食物。夜宵文化虽盛行，但睡前大量进食，尤其是重口味食物，对睡眠健康极为不利。这些食物不仅会增加肠胃负担，影响消化吸收，还可能因刺激口渴而引发频繁饮水，进而增加起夜次数。因此，建议晚餐后避免再进食，尤其是睡前2小时内应杜绝任何形式的夜宵。若确实感到饥饿，可选择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，如水果或酸奶，并控制摄入量。4. 减少睡前刺激活动。睡前进行高强度或刺激性的活动，如玩手机、看恐怖电影等，都会使大脑皮层保持兴奋状态，难以进入深度睡眠。这不仅会导致失眠，还可能因神经紧张而增加尿意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，睡前应营造一个安静、舒适的睡眠环境，通过深呼吸、冥想、
听轻音乐或泡热水澡等方式放松身心，帮助自己快速进入睡眠状态。科学治疗基础疾病，对于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肾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言，起夜频繁可能是病情控制不佳的表现。此时，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，积极控制病情，以减少因疾病导致的夜尿增多。同时，患者需严格遵守医嘱，按时按量服药，避免自行增减剂量或停药，以免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。总之，睡眠健康是维持人体健康的重要基石。通过合理控制水分摄入，培养健康的睡眠习惯，避免睡前进食重口味食物，减少睡前刺激活动，以及科学治疗基础疾病等措施，我们可以有效减少起夜次数，提升睡眠质量，从而享受更加安稳、健康的睡眠生活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